大家好，我想介绍一下一个为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方面，就是古代的文学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特别重要的、特别有名的古代的童话。这部小说的标题叫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产生于中国明朝嘉靖公元1522到1566时期，是武承恩写的，在唐朝发生的。在这个故事里有100个部分，分成2个。第一部分是讲孙悟空的一开始的生活。孙悟空是从石头生出来的，跟他的猴子家住着，学到了好多东西。可是成了这么强大以后，孙悟空开始骄傲地说他是天大神。他的桀骜不驯的行为让天宫找如来佛子下来，把孙悟空压在五指山下，长大500年。第二个部分介绍名义上的主角唐三藏，概述唐三藏成为僧侣的过程。唐三藏得去印度才能得到佛经。他离开唐国以后，过了很多关，也被妖怪欺负。很多妖怪都想吃唐三藏的肉，因为吃了以后才能长生不老。从这儿到尾是讲唐三藏守土地的故事。好，第一个徒弟就是孙悟空。唐三藏在五指山找到他的。他在3个徒弟里是最聪明的。唐三藏为了支付孙悟空，把一个金箍套在孙悟空的头上。当孙悟空闹的时候，唐三藏就念金箍咒。他一念金箍咒，那个金箍就会紧起来，孙悟空疼得要命，就不会再闹了。第二个徒弟是猪八戒。猪八戒以前是天蓬元帅，他在天宫里祈福了嫦娥以后，就被贬下凡。他就自私又懦弱，经常搞是非。他常常跟孙悟空吵架。第3个徒弟是沙悟净，他以前是卷帘大将，可是他打破了一个琉璃战以后被贬下凡。沙悟净很稳定的，勤奋可靠，而且很忠诚。我们也不能忘记白龙马，虽然他不是徒弟，唐三藏常常用他当坐骑，他没有一次说过话。我们来分析一下《西游记》里的3大白骨精的事件。在第一个部分里，唐三藏和徒弟们来到一座高山前，他们走了1天的路。在白虎林内住着一个白骨精妖怪，他想吃唐三藏的肉才能长生不老，所以他变换为村姑夫人，全都被孙悟空发现。为了保护他的师傅，孙悟空用金棒打死他们，但唐三藏仍妖分不出，反而觉得孙悟空自己行凶，没良心。唐三藏让孙悟空赶走，可是孙悟空告诉唐三藏，如果他得走的话，唐三藏得把他的金箍松开。他知道他的师傅没学过怎么把金箍松开，所以最后还是得让孙悟空继续陪着他们。第二个部分讲白骨精妖怪又变成白发老公公，又被孙悟空识破。可是这一次孙悟空没动手，他暗中叫来众神，吩咐道：这妖精3番2次来蒙骗我师傅，这一次定要打死他。你们在白空中作证。众神都在云端看着。悟空抡起金箍棒，一棒打死了妖精。妖精化作一堆骷髅，脊梁上有一行字，写着白骨夫人。我们最后来看这童话里的人物代表了什么。唐三藏其实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他去了很多国家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克服过很多困难。他对他的徒弟们很严，要让他们懂慈悲为怀，要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和人，包括动物都有同情心，常常原谅别人。但有时候这个道理很麻烦，所以他常常分不清好坏，常常做错事。在这中国文化里，他的心想也代表分不清是非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猪八戒的情况。人都说猪八戒又胖又小气，真像个猪一样。他好吃懒做，胆小怕事。猪八戒每次都是想吃的方面，一点都不聪明。他总是自己原谅自己的失败，可是最后说起来，他还是个好人。虽然他没有像悟空一样这么有能力，他每次努力的帮助徒弟们。所以不管猪八戒有多少的缺点，他的普通人的样子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在中国的文化里，人们虽然不很喜欢猪八戒，但是大家知道我们都有和猪八戒一样的缺点，所以虽然我们都笑他，
可是并不讨厌他。下个是虾和尚，虾和尚是唐僧取经路上捡的。虾和尚变成了唐僧正的徒弟，他很诚实，没有半句怨言。他也很勤快，很听话。他平常不怎么说话，但为了保护师父，英勇无比，人老人言。在中国文化里，虾和尚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，大家喜欢这种性格的人。好，我们最后来讲大家最喜欢的美猴王孙悟空。孙悟空是在花果山长大的，是个很漂亮、安静的地方，所以他从来没受过苦，他从来没受过困难。他很正直，敢说敢做。他却是一个很调皮的野猴，但见了三藏以后，他静下来了，这是因为他怕三藏会念紧箍咒，把他头念得很疼。语言大师林语堂说，孙悟空代表了人类追求自由和服从规范之间的冲突。孙悟空，美猴王，聪明勇敢的化身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这个演讲包括了我基本为《西游记》的分析和想法，谢谢大家。